Hello，大家好，我是 Julian 朱利安。我才是 Julian 朱利安。今天是2021年12月23号，是我们和孩子谈钱第15集的节目。在之前呢，我们有介绍过，我们从2019年的暑假就开始每个月我就带着我的孩子 Jessie 跟 Ian 呢，然后开始买这个 ETF。我把这个计划呢称作给孩子的退休计划，那后来又叫做金鸡计划就是这个下金蛋的鸡的这个金鸡。但是呢，今天我们要聊一聊的是，到底我们在讲了这么多的这个退休计划，然后再讲了这么多买 ETF 的事情，然后我好奇想要问一问，你们知道到底什么叫做退休？就是有人如果他不想工作，就是他觉得他自己可以不用工作，然后他就是用他以前的钱生活，就是他没有在赚新的钱，然后再待在家里休息，做自己想做的事。这也算是一种不过通常我们在讲的就是人年纪大了老了没有体力或者比较没有能力了到了一个可能不适合工作或者比较没有办法工作，这个是比较常讲的退休的定义。那你们知道退休的年龄现在是几岁吗？政府规定的年龄？不知道，50几岁吧。本来是60但是呢这几年延后了，是65岁这个是政府规定法定的退休年龄。所以你可以算算看65岁离你现在还有多久？65减10 55 65减10 55岁所以离你们还有很远的时间。如果像阿公阿嬷他们没有工作没有在上班的话，那要怎么样有钱来付这些生活的费用？以物易物啊。不是以物易物啦，就是像你刚刚讲的就是他可能以前有存钱有赚钱退休几乎是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的情况所以我认为这个退休的规划可以说是我们在学这个投资理财的一个最后的终极目标那一般来说呢退休以后要支付我们的这个生活的花费呢，不外乎有3种方式。第一个呢就是靠政府的这个退休金，那第二个呢就是靠小孩来照顾那第三个呢当然就是靠自己了。那今天呢我有准备了3张图要跟大家来分享。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张图这个是在40年前，也就是1980年代的台湾，这个叫做人口结构图那在左半边的是男生，右半边的是女生。然后呢这一条一条的这个横条纹的部分呢，就代表着不同年龄的一个人口的数量它的单位是万人，1万人。那我们从最下面的绿色的部分开始看，绿色的部分呢是代表14岁以下的小朋友所以像在40年前像我自己就是属于这个阶段小朋友的这个阶段。然后中间这个部分呢，黄色的代表15到64岁的人口在政府的统计里面又称为青壮年，也就是说有工作能力的人。然后在65岁以上，就是最上面这个蓝色的金字塔顶端的部分呢，就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那这个结构其实看起来就很像一个金字塔所以通常我们就叫做人口金字塔。那所以呢你会发现这个年轻人小朋友还有这个青壮年人其实占了绝大多数，然后老人是比较少的。所以我们以前的政府的这个退休金制度是这样子，就是你每个人在工作的时候你会每个月就提拨一笔退休金，然后交给政府来管理，那政府也会帮你补助一部分，然后就等到你60岁或65岁退休的时候呢，政府再把这个钱发给你来做一个退休金的补助。那40年前的情况就是有很多年轻人在努力的工作，然后缴这个退休金给政府，然后只有很少的这个老人就是蓝色的这个部分在领退休金。那平均来说，我们可以从这张图的左下角这边来看到它有帮你计算出来的，平均是 14.8 位青壮年人要负担一名老人也就是说将近15个人平均来讲在工作缴钱，一个老人在领钱，所以缴钱的人多，领钱的人少。那当时这样的退休制度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第2张图是去年2020年的一个状况。我就进入了这个黄色青壮年的阶段了
那像你们 Jesse、Ian 啊，就是在这个绿色的小朋友的阶段。那如果我们的听众里面有一些是属于这个中学阶段的哥哥姐姐的话呢，其实也算是进入这个黄色的青壮年人口了尤其是如果说像上了高中，有些同学可能就会有一些实习的工作或打工的机会，所以呢，在政府的这个统计的定义里面其实你们已经算是有工作能力的人咯。那我们来看一下2020年的这张图虽然这个青壮年人黄色的还是很多但是蓝色的部分呢，这个老人也变多了，而且绿色的小朋友变少了所以你会发现这个结构已经不像刚刚的一个金字塔，它比较像是一个菱形了然后我们刚刚讲了这个青壮年人抚养老年人的比例也从刚刚的将近15个人到现在变成 4.4 个人，4.4个青壮年人要养一个老人所以简单来讲就是说，以前40年前是10几个人一起照顾一个老人，但现在呢，平均不到5个年轻人要照顾一个老人。那领钱的人越来越多所以这个对于政府退休基金的这个压力就变得越来越大了。让我们来看看第3张图第3张图要表示的呢是30年以后的台湾，就是2050年的一个预估图。那你会发现它很明显的已经变成一个倒三角形的形状了到那个时候呢，我就变成了这个蓝色的老人的区域。那台湾的老人你会看到其实变得越来越多了，然后现在的小朋友到时候也会进入了这个黄色的青壮年的阶段。那你会看到左下角呢，把我们计算出来的平均数字到30年后可能要平均 1.5 个年轻人来养一个老人。为什么是 1.5？ 又没办法把一个人切成一半去养老人。当然了，我没办法把人切成一半所以这里讲的这个 1.5 个年轻人实际上呢是一个数学上的平均值的概念。那我们可以发现从第一张图是 14.8 到第二张图呢剩下 4.4， 然后到30年以后预估的呢是剩下 1.5 你就会发现说这个比例是越来越小。那也就是说呢，这个缴钱的人可能越来越少，然后领钱的人呢会越来越多这也是为什么这几年一直有新闻在报道说我们的这个政府的退休基金可能会破产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那还好前几年我们台湾的这个退休金的制度已经开始做一些调整，所以以后你们长大如果去上班，那你的老板呢就会先帮你从薪水里面提拨 6% 给政府来管理，那你自己可以另外提拨 6% 也给政府啦。那这一笔退休金呢就一辈子专属于你所以就不会面临像刚刚讲的这种破产的问题。但是呢这有一个缺点，就是说我们能够提拨的资金就比较有限，而且政府的绩效呢其实有没有比较好也很难说。所以如果你只是想要靠政府的这个退休金来帮你规划退休的话，其实帮助还是相对比较有限的。那如果呢要靠小孩来照顾你的话，那像我们刚刚的这个图里面的估计，其实以后的小孩很明显就会越来越少，然后其实养小孩的成本呢也会越来越高。那当然了，我也不晓得以后你们长大之后会不会想要生小孩，所以如果是要依靠小孩来照顾你们的退休，其实这个不确定的程度也是很高的。举个例子像我的爸爸妈妈就是你们的阿公阿嬷，那每个月呢都会给他的爸爸妈妈就是你们的阿祖这个所谓的孝亲费。那可是呢像我的爸妈他们有好几个兄弟姐妹，所以呢大家可以一起来分摊这个费用相对的在照顾上面的压力就会比较小。可是像我自己是一个人没有兄弟姐妹，所以你看如果我要养爸爸妈妈还要养你们，就养小孩，那压力是不是就会大很多所以我要很努力的赚钱，不然我们的生活就会比较辛苦一点。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坏消息就是30年后我们刚刚看的那一张预估图的情境几乎是一定会发生的，也就是我们会面临一个老年化的台湾。也就是说以后你们长大除了要照顾自己那可能还要照顾爸爸妈妈如果我们没有做好自己的退休规划的话，那如果你们有生小孩还要照顾小孩，所以一个人要养很多人那你们面临的情境呢就会比我们这一辈更有挑战。
还好呢，我的爸爸妈妈在年轻的时候就有做长期的投资所以他现在可以负担他们的退休费用，还可以帮忙照顾你们。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非常幸运的地方。所以现在我跟妈妈也很努力要帮自己做好退休的规划这样以后才不会变成你们的负担。那不过听到这边大家也不用太紧张因为我也要给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你们今天听完这集节目呢，有了这个概念之后其实你们就可以比别人提早50年开始做准备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我好像还是小朋友退休跟我好像是没有关系，好像离我还很遥远其实这是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说到这里其实退休规划最重要还是要靠自己就是要趁年轻的时候呢，努力的工作，然后累积存钱跟做投资，这样子就有机会早日达到我们像玩理财桌游里面这个破关的目标也就是所谓的财务自由。我想这个才是最实际的来准备退休规划的一个方法。那也常常有人问我说我们有需要这么早就跟孩子来讨论退休吗？那你们觉得呢？因为在第1集的时候有谈过复利，然后就是说投资复利有3个关键，第一个是本金，第2个是报酬率，第3个是时间。然后对我们小朋友来说，时间就是最大的财富，越早开始，复利的威力越强大。讲得很好像我在推广的这个金鸡计划就是鼓励呢大家每天从66块这个目标开始，就是每天存66块，然后累积起来呢拿去投资。那假设我们投资一个工具每年的报酬率有 6.5% 的话，猜猜看我们投资20年可以累积多少钱？答案是100万。那如果呢这个累积的时间更长，到65年有多久呢？答案是2300万。哇，差距很大所以从这边你可以看出时间这件事情对复利的这个影响是非常惊人的。那这个也是你们年轻人，就是小朋友呢，在投资这件事情上面最大的本钱，因为你们年轻，所以有很多的时间可以来准备复利。而且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其实没有人规定说我到65岁才能退休对不对？如果你的事业未来很成功，工作很顺利，然后你在投资理财上面也做得很好提早达到这个我们讲的破关的目标，也就是说让你的投资的收入呢能够来支付你的生活开销的话，那也很恭喜你你当然也可以选择在50岁甚至40岁你就可以提早退休了。不过到时候你可能会面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那么早退休要做什么像我们之前讨论的这个 Tesla 的老板Elon Musk， 他现在才50岁就已经是世界首富全世界最有钱的人了。可是呢你看他其实还是每天很认真的在工作他很努力的在投入像 Tesla 电动车或者太阳能或者希望将人类送上太空送上火星所以其实找到自己热爱的工作我觉得是更重要的事情，因为这样子才能够真正做得长久。那这个也是我认为我们学习投资理财，然后要实现财务自由的一个真正的意义。也就是说我们工作不是只是为了赚钱，而是希望能够选择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还有生活方式，而且呢能够对这个社会有更多的贡献跟回馈。这个是我们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最主要的观念。好了，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接下来请 Jessie 跟伊人为我们带来冷笑话时间。上帝请问1000万年对您来说是多长？1秒钟。那1000万元呢？那只不过是1毛钱。那请您给我1毛钱吧。没问题，在这等我1秒钟。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及开启小铃铛。如果觉得今天的影片让你觉得有收获的话，欢迎给我们一点鼓励谢谢大家。祝大家圣诞快乐 Merry Christmas！ Merry Christmas！